3-2，小，我竟然获得了透视眼！大，买定离手。是6-5-3，要是3.3.2的。开球，3-2，小。竟然还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去改变点数，得是大造化，我就能赚到钱给母亲治病了。我李富贵的致富之旅就从你开始吧。给钱！各位瞅准了下啊！让开！王八蛋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不是让你滚了吗？给我滚！臭乞丐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没钱还赖着不走。哎，这不是为了给母亲治病变成乞丐的李富贵吗？听说最近他母亲病重，他想来赌坊赢点钱给母亲看病。这下看来没赢钱不说，他自己的钱也全部输给赌坊了，真可怜。就是，唉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李富贵，我乃赌王残魂，你的血替我解开了封印，也算与我有缘。今日便赐你一场大造化，日后这大周的赌场任你驰骋。我这是得到赌王传承了吗？哎，买的，这把我下大了，买的，跟了，快，买定离手。这把我买的，大，开的，3-2，小。我竟然获得了透视眼！大，买定离手。是6-5-3，要是3.3.2点就好了。开球，3-2，小。我竟然还能根据自己的意念去改变点数，有了这大造化，我就能赚到钱给母亲治病了。我李富贵的致富之旅就从你开始吧。哎，站住！臭乞丐，这是要搞到钱来翻本来了？对呀，四爷，我还就是来翻本的。不是让你滚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就拿1枚铜板就想来翻本？怎么，你们长乐赌坊不会害怕来翻本的客人吧？哎，我们长乐坊开门做生意，自然是欢迎一切客人。可是你手上只有1枚铜板，也就够你玩一局的。我丑话可说在前头，你要是输了再不走，我可要卸你一条腿。好，输了我自己走。这局我得来，这一把我要压大。各位爷们儿还要下注的赶紧买定离手。这一把买大我给你们聊个小点数。给我变成大点数。肯定是小。早知道压大。今天我输了这么多把，我感觉已经开始转运了，那就再压大吧。买定离手。小，开。小，这把小开呀！哎呀，怎么又是大？哎呀，又赢了，时来运转啊！什么运气？哎，天哪，真是的！压小把我也压大，买小，还是小，又是大，哎呀，又是大！哎，这把还买小，这把小肯定赢。乞丐运气可以啊，跟着他压一手。这次我也跟一手，我也跟着，还买小，买定离手啊！大，这次换成特制的，我想摇出来几点就摇出来几点，把你们都给赢光。3.3.5点，给我变大！这把肯定是大，吃光你们！大！哎，大！哎，给钱！哎，给钱！
四爷，这个臭乞丐有点古怪啊！他拿着1文钱已经赢了咱们赌场10两银子了，而且现在客人都跟着他压，导致我们损失惨重。没用的东西，我来。是。臭乞丐，你这会儿运气挺好的，要不我来陪你玩会儿？我来陪你玩会儿。哎呦，四爷，我这正走运呢，谁来玩都一样。四爷想玩，请。好，那咱们这次红线打开，上不封顶，你可以押上所有的筹码。至于赔率嘛，你要是敢押豹子6点，我们长乐坊1赔5。也就是说，押上手上10两银子，押中的话，你就可以赢50两银子。我娘看病正好需要50两。哦呦，1赔5，四爷这是有绝对的自信能赢啊！这次我就不跟臭乞丐一起押了，先观察一局。那就来呗。好，爽快。还以为真是什么高人呢，原来是纯运气好的愣头青吧？这次非让你这个臭乞丐把吃下去全给吐出来！我可是平文县玩投资的一流高手，我说不摇出6点，就一个6点都不会给你摇出来的。买定离手。3、2、1，3个6点，给我变！哼，这一次我摇出来的是3、2、1。你这臭乞丐钱，长乐坊吃定你了！哎呀，怎么又输了？哎呀，50两啊！1赔5啊！我这运这不可能太好了！怎么会？拿钱，快！是3个6点！嗯？哎，我赢了，给钱！嗯？哎，给钱！这点钱我们长乐坊出得起，你得意什么？刚刚我明明摇了一个3、2、1呀，怎么会是3个6？这个臭乞丐果然是有点邪门啊！四爷，长乐坊大气。嘿，臭乞丐，你这会儿运气这么好，接着玩啊！这臭乞丐今天走运呐！我赌这次还是3个6，我全跟。我也全跟。我也跟一次。臭乞丐，你发什么愣呢？压还是不压呀？他妈的，这个赵四输不起了，再赢下去怕是1分钱都带不走了。算了，反正50两也够了，我还是先离开这是非之地吧。四爷，哪有那么多好运气？我要再玩啊，恐怕该连着走霉运了，非把这些钱全都给输回去。这样，我不玩了，这钱当赏给兄弟们。臭乞丐还挺机灵，这次算你走运，下次遇到你，看我不揍扁你！哎，四爷，看什么呢？接着玩啊！压！买定离手啊！买定离手！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把亏了。龙二小姐，您的赌技更胜从前了。蓉儿小姐，您与三川赌坊的赌约就在近日。三川赌坊来者不善，并非单纯踢馆，而是以赌局为要挟，巧取豪夺。已经有3家赌坊都已易主，想吞并我龙二的产业，只怕他没有那么好牙口。龙二小姐，四爷来了，让他进来吧。是。拜见龙二小姐。赵四，方才长乐坊1楼动静有点大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哦，是个臭乞丐，他运气好而已，从1个铜板赢了咱们50两银子。不过你也不用担心，他已经跑了。从1个铜板赢到了50两，你是怎么把他赶跑的？暴力吗？我倒是想来着，哪成想他不敢赌了，自己耍了个小聪明给跑了。赵四这个傻瓜，人家那是急流勇退，免遭横祸，莫非这是一位高人？他是如何从1个铜板赢到50两？这件事情你仔仔细细的给我讲一遍。你娘的病情又严重了，50两银子不太够让她完全康复。
我估计最起码得100两银子。这样，我先给你开几副药，你先让你娘吃着，等你凑够了足够的银子，再来康安堂诊所找我。该上哪里去弄剩下的50两银子？难道再去长乐坊？谢谢大夫。您慢走。不至于吧？这都追到家里来了。四爷，我告诉你啊，李爷，上次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这我们龙儿姑娘可说了，您独树了得，她想邀请您去我们长乐坊与她一战，不知您可否赏脸？行啊，去可以，但咱可说好了，我上次赢了钱，你这次你不能。李爷，您放心，我们龙儿姑娘向来是一言九鼎，只要您能赢了她，她自然会认赌服输的。行，什么时候？李爷，不如就今日。走吧。嘿，好，请。你就是龙二小姐，长得确实比传闻中漂亮太多。说吧，咱们玩什么？谢谢夸奖。这位是我们平安县的老牌庄荷李中平，这场赌局由他来主持，以防有人出老千，以此来证明这场赌局的公正。这是以为之前我在出千，特意派来监视我。那你想玩些什么？牌九，意下如何？这牌九可是咱们龙二老板的拿手好戏，这小子输定了。龙二小姐这双手对牌九非常敏感，切牌换牌无所不能，这个臭乞丐输定了。行，那就牌九。不过什么？不过你得教一教规则，我只会压大小，牌九一点也不懂。连牌九都不会，难道他在长乐坊赢钱真的只是运气？可以，牌九共分为32张牌，分别是至尊宝、天牌、地牌、人牌、河牌、梅长板斧，每人发2张牌，凑成对子或者算点数，9点最大，0点最小，对子大于点数。按照这种规则比大小，牌面相同则庄家赢。每一局都靠掷骰子来决定谁当庄家，别靠掷骰子来决定谁先拿牌。闲家在开始前下注，输家则扣除底金，赢家则收取相同的底金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我赢了，我来洗牌发牌。龙二小姐，请。9点，除了对子以外，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大。他竟然换牌了！如果是刚刚手上的牌，他就赢了。现在他是故意让我赢牌，好让我越压越上头，直接梭哈后一把把我吃下。李爷，愣着干什么呀？看牌前你可得先压住呀，否则可不算。刚刚啊，我想压1两银子热热手，小玩2把。但是啊，我有点后悔。我先压500万。李爷，这可不能退啊，退了坏规矩。开牌。龙二姑娘砸7，李富贵砸9，李富贵胜。运气好，运气好。哎呀，看见没？才一会儿我就挣了1两银子，这可是2两。压得多，赢得多，压这么小有什么意思？切。
又在故意让我赢了。好，那我就配合你一下。那我这次还压2两银子，先小玩2把热热手。反正这银子是我赢来的，输了我不心疼。那我就再让你多赢几次，不信你不上头。龙姑娘场3，李富贵没牌，李富贵胜。哎呀，没牌，这小子运气也太好了吧！不是砸酒就是没牌。怎么老板在最拿手的牌九上一直输起来了？这一切都是龙儿小姐故意为之罢了。又是李富贵赢，还是李富贵赢，依然是李富贵赢。可以收网了。这一圈我做庄发牌的时候，给这小子发一些小于我的牌，一定要让这小子连本带利的把赢走的钱全部给我吐出来。一个5点，一个6点，给我变！看来龙小姐是摇不出2个6点，那我就有机会成为庄家掷骰子、洗牌、发牌了。你得意什么呀？你以为这骰子是你家的？想几点就几点，随随便便就能掷出2个6。我运气今儿可比较好，那还真没准呢。这把龙二小姐梭哈的话，我母亲大人治病所需要的50两尾款就有着落了。天才更黑，你就开始做梦了。双6点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这回我是庄家了。这次我是庄家，牌堆在我手里。龙二小姐即便再有切牌换牌的技巧，也没有办法换牌了。只要点数改变，让她摸哪张牌，她就必须摸哪张牌。不过现在的排序，龙二小姐在洗牌的时候就已经记下来了。给她小牌，她是不会梭哈的。所以当务之急是改变一下牌的顺序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龙二小姐，我把牌弄脏了。这小子是有意干扰我的吗？不过这下子我确实分不清牌面了，有意思，看来我没有低估他。不管他梭哈还是不梭哈，他的输赢都已经完全掌握在我手中了。不过还是梭哈会来得更痛快些。哎呀，龙小姐，刚刚你坐庄的时候可是一直劝我这压的越多赚的越多，现在轮到你先压了，我很好奇你会怎么压呢？臭小子，怎么跟我们龙儿小姐说话的？你是活腻歪了吧？好，我今日就教教你这牌九该如何玩。现在桌面上有50两，这50两我全缩了，我们一局定输赢。没想到龙二小姐这么容易就缩了。好，那我们一局定输赢。嘿，小伙子，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打骰子！怎么着？我们家龙二姑娘一梭哈，把你下的骰子都不敢吃了。臭乞丐，你要是害怕的话，就赶快认输投降吧。要是想要放弃，兴许我们龙二老板还能给你留个回家的盘缠。李富贵，按照规矩，该你掷骰子了。好，2点。龙小姐，你的牌。天牌！天哪，龙二小姐拿到的是天牌！臭小子，你输定了！想要赢，除非拿到一对至尊宝，一把牌同时出现天牌和至尊宝，简直比我家儿子考上状元还要难。我们龙二姑娘是不会输的。天牌和至尊宝，
也好，我和龙二小姐无冤无仇的，只是为了赢个50两银子给我母亲治病，就让她说的委婉一点吧。那可未必。这小子得意什么？我就不信他这副牌是至尊宝。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一副牌九里面居然同时出现天牌和至尊宝，难道我家儿子要考上状元了？龙儿小姐输了，这……龙二小姐，我记得你说过，至尊压全场。李富贵，我龙儿愿赌服输，恭喜你，你赢了。龙儿小姐，输了就是输了，这是规矩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我有话要单独和李富贵说。哎呀，走。龙二小姐，我不是那种随便的人。你想什么龌龊事情呢？我问你，你师出何门？啊？师出何门？什么意思啊？难道真的是一个普通的人？不，就算是普通人，也是一个很有赌术天分的人。好吧，既然你不想说自己师出何门，那我也就不追问了。你这门赌术，如果平时小赢还好，如果想要大赢钱，恐怕会招来杀身之祸。不是，龙二小姐，您到底什么意思啊？龙二小姐，我真不是那种随便的人。你随便起来不是人，我跟你说正事儿呢。行，您说，我不打岔了。我想问你的是，你有没有兴趣在这平安县内拥有一家比长乐坊更大的赌坊？拥有一家比长乐坊更大的赌坊？大周朝的民间以赌博消遣的百姓非常多，因此开一家赌坊就能拥有源源不断的收入。长乐坊这种一年少说也能赚个几十万两银子，要是能开一家比长乐坊规模还大的赌坊，那不得一年几百万两银子啊！当然想啊，但是开赌坊很费钱的吧？而且你背后还得有势力支持，不然很难经营的。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你面前，可以让你白手起家。真的？什么机会？平安县内有4大赌坊，除了我长乐坊，还有安乐坊、永乐坊、众乐坊。但是在1个月前，有一家由东瀛人投资的三川赌坊突然闯进了平安县。三川赌坊的三川大雄还喊出口号，说这半个月之内，这平安县内只能有他一家赌坊。他还派出了他的弟子三川川木子，分别去了安乐坊、永乐坊、众乐坊去踢馆，赢光了他们家的钱，还勒令他们半个月之内必须关门。三川大雄有很强的背景，我们4大赌坊没有办法硬来，只能认栽。李富贵，你的赌术在我之上，我想让你在三川川木子来之前，主动出战三川赌坊，让他们滚出平安县。啊？我？哎呦，龙二小姐，我就是个臭要饭的，我呢，那肯定是干不了这种事的。李富贵，你自信点好不好？如果你可以打败三川赌坊，不仅可以赢了三川赌坊，还可以获得安乐坊、永乐坊、众乐坊的支持，你还怕以后没有钱花吗？怎么了？龙儿小姐，不好了，三川川木子打上门来了！这帮东瀛人，我现在就去会会他们。哦，是龙儿小姐吗？我还以为你们长乐坊是缩头乌龟呢。我们长乐坊正准备去找你们呢。龙儿小姐，你勇气可嘉啊！不过我怎么觉得你这是说大话呢？龙儿小姐，安乐坊、永乐坊、众乐坊都败给了我们三川坊。如果你们长乐坊主动投降，我倒是可以考虑
让你继续经营这家赌坊。安乐坊、永乐坊、众乐坊，可曾投降？龙二小姐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那我告诉你，我们大周人不知道什么叫投降。哼！好，很好，希望你的赌技能跟你的嘴巴一样硬。龙二小姐，我听说你最擅长的便是骰子和牌九，那么我们就以骰子来决一胜负，怎样？没问题。你想怎么个玩法？比大还是比小？你来定。我一看到你们这些小个子的，就不自觉地想起一个小字，那就比小吧。小东营。好，那就6个骰子，看谁摇出来的骰子小，谁获胜。咱们一局定输赢。没问题。根据我的估算，你们这家长乐坊总价值应该就10万两银子，刚好我这儿有10万两银票。输了，你们长乐坊要关门；赢了，这10万两银票归你。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这个三川川木子的确是有些本领的，不过只是比骰子的话，我倒是可以跟他比一比。先不说去不去三川赌坊，起码这一次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去赢这个东瀛女人的钱了。而且龙二小姐以后也会关照我，好处很大。糟糕，我得改变一下她的点数。一柱擎天，相传只有100年前的大周赌王才能摇出这样的一柱擎天。这一下，长乐坊完了呀！龙二小姐和我同为大周人，我没有见死不救的道理。更何况赢了之后，还能得到龙二小姐的人情，还可以得到这个小东营的钱。龙二小姐，请吧。等一下。不穿裤子小姐是吧？你还不配跟我们老板比。想比的话，先过我这关。哼，这个小东营竟然可以摇出一柱擎天，反正我是必败无疑了。不如让这个李富贵试一试，说不好真能有转机呢。你是谁？我啊，我就是这长乐赌坊一伙计，不过对付你足够了。没错，李富贵是我们长乐坊一个打杂的。你要挑战长乐坊，我派出我的伙计，应该不算违规吧？龙二小姐，这可关乎着我们长乐坊的生死存亡啊！你怎么能和李富贵上呢？再说了，对方掷出的可是一柱擎天啊！住口！这……龙二小姐，你确定不考虑一下你身边人说的话吗？怎么，你怕了？我自然没意见，不过这一局不管谁来都要定胜负。龙二小姐，我问一下，如果我赢了，这个东瀛女人拿来的钱是不是就归我了？自然。臭乞丐，你要是输了呢？你要是敢把我们长乐坊干倒闭，老子弄死你！住口！这龙二小姐，这……我让你住口！哎呀，还好我有赌王老者的传承，否则就赵四这个态度，我还真不敢赚这个钱呢。
不好意思啊，第一次玩。这就算摇好了？当然了。你玩我们长乐坊的是不是？信不信老子现在弄死你啊！哎呀，我既选择了李富贵，就相信他。你们长乐坊真是没有人了，竟然让一个打杂的如此儿戏的参加赌局。好，你们大周国有句古话，叫只要你们敢送死，我们就敢埋。开苦中吧，富贵君。哎，没穿裤子小姐，我们大周国呀，还有一句古话，叫不到最后，你永远不知道谁输谁赢。没穿裤子小姐，我这个呀，可是一个点都没有。你的那个呢，还有个1点。这要比小的话，我赢了。李富贵赢，因为李富贵1点都没有。真没想到呀，这个臭乞丐还真有2下子，竟然破解了一柱擎天。我们长乐坊有救了，长乐坊有救了！嘿，三川川木子小姐承让了。哼，我原本以为这三川川木子有多厉害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等一下，怎么，三川川木子小姐，你不会是想要赖账吧？当然不会，我们东瀛国的人说到做到，答应你的10万两银票，我自然会给你。不过，富贵君，你以你们大周国擅长的赌术赢了我，我不服，我要以我个人的名义跟你比。叶子戏，就是像叶子一样的纸牌。对，这是我们东瀛国独有的特色。你们大周人，该不会不敢吧？去你的不敢！这叶子戏本来就是我们大周国发明的，只是大周国的民间喜欢玩骰子，把这个给忽略了。没想到到了你们国家，竟然成宝贝了。告诉你，和我们赌这个，那就是在和你们的祖宗赌，知道吗？哼，你们大周国都是阁下这般如此粗鄙之人吗？哎，这个不穿裤子小姐，这赌啊，那是需要赌注的。可是貌似你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赌了。不，我有。嗯，我要赌的是我这条命。你的命谁稀罕呀？你的命又不值钱。是啊，要你的命有什么用啊？送客。哦，怎么着？想动手是吧？敢在我们大周国的地界上来硬的，我们可不怕你。我们东瀛国的人，在任务失败之后，大概率会被下达最后一条命令，就是剖腹自尽。所以我们东瀛国的人是不怕死的。如果你不跟我赌，我们这些人就会向长乐坊发动自杀式进攻。你以为我们长乐坊是软柿子吗？哎，那看来我这赌约不赌还不行了。行啊，我答应。但是我有一个要求。好，富贵君，你有什么要求？要是我赢了，你们呀就得学狗叫，从这滚出去。当然，还得再给我10万两白银。这个李富贵真是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搞钱啊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如果你输了，不但要把这10万银元还回来，还得死。你。行，我也答应你。你放心，我既然答应了你，就不会反悔。毕竟我们大周国还有一句老话，叫一言九鼎。富贵君，你知道规则吗？当然不知道，所以麻烦你跟我讲一下。好，叶子戏一共84张牌，从1到10各4张。其中有14张如意牌，如意牌可代替任何数字牌，还有道具牌。道具牌分为溜之大吉和束手就擒。如果抽到束手就擒，即要把输家的牌全部拿去；
如果抽到溜之大吉，则作废，所有规则排先出完的人赢。好，那现在我就来为你……闭嘴吧你！这不就是我们平常玩的吹牛吗？通过背面的记号，肯定可以看出这些叶子系都是什么牌面。要不是因为我有赌王老者的传承，还真发现不了这点。跟你硬赌，只输不赢。我有一个要求。富贵君，你有什么要求？这叶子牌啊，不能用你准备的，我要你后面手下怀里的那副叶子牌。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怎么，三川川木子小姐，难道你的这套牌比较特殊？该不会是做记号了吧？这么不舍得换？把你的叶子系拿出来。这副牌总可以了吧？哼。没有什么问题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第一次玩，没有什么经验。12串糖葫芦，加2个糖葫芦。踢。哼。哼。8个玉佩。踢。都踢了，你怎么还不亮牌啊？哟，还真是，这场不，还真让李爷猜对了。被你蒙对了一次，不过这才刚刚开始，你手中的牌我全都知道，下一次就可以打平，再下一次我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。富贵君，该你放叶子戏了。36坛酒。臭，李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种打法未免也太激进了吧？对付小东营，一击足矣。富贵君，你也太愚蠢了吧！这一局我踢牌。这怎么可能？富贵君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李富贵这小子果然在赌术方面有极高的天赋，竟然利用三川川木子自傲的记忆，把他击败了。哎呀，你输了，没穿裤子小姐，你该履行你的诺言了，比如给我一张10万两银票的欠条。这个李富贵是真的满脑子只有钱啊！是啊，赶紧打欠条。我承认，我输了。我们东瀛国的人说到做到。富贵君，你明日去三川赌坊要那10万两银钱。我们走。等会儿。富贵君，你还有什么事啊？你不是说话算数吗？怎么这个学狗叫滚出去这事儿忘了？你要是承认你们是言而无信、卑鄙的小邦之国，也可以不学。这下是把三川川木子给将军了，让他进退两难。我们爬。
嘿嘿，哎呀，李爷，先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多有得罪，请您不要见怪。没事儿，四爷，我压根儿没往心里去。哎呦喂，可不能这么喊我，折寿啊！以后啊，您就喊我小四就行。李富贵，这下你彻底把三川赌坊给得罪了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。现在可以代替我出战三川赌坊了吧？李富贵，现在也只有你有机会战胜三川赌坊了，你可一定要为我们平安县城的大周人出这口恶气啊！是啊，一定要出这口气。他们说的不错，三川赌坊肯定会找我的麻烦，倒不如和他们合作，一来可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和保护，二来如果战胜了三川赌坊，就彻底没了这个隐患，而且还可以有属于我自己的赌坊。不过我要确定真的把自己的利益争取到最大化才行。龙儿小姐，我可以答应出战三川赌坊，不过你要答应我，要把永乐坊、众乐坊、安乐坊的老板都叫来，当着我的面表个态。在我战胜三川赌坊之后，他们会像你一样支持我在这平安县里开赌坊。这当然不是问题。另外，你出战三川赌坊的本金，无论输赢，都由我四大赌坊来提供。好，那我答应你出战三川赌坊。不过，在去之前，我要先回趟家，给我娘治病。慢走啊，李爷！这下四大赌坊有救了。赵四，明儿把安乐坊、永乐坊、众乐坊的老板都请到长乐坊来。明就去。你母亲的病，我再针灸2次，然后你再按照这上面的药材抓几副药，给她服用下去，就可以痊愈了。哦，谢谢大夫。哎呦，李爷，龙儿小姐已经把永乐坊、安乐坊、众乐坊的几个老板都请到长乐坊了，让我来请您过去。李爷，请。龙儿小姐，打败我三川大雄的弟子三川川木子的那个李富贵，他在哪里？告诉你，方便让你找他麻烦吗？龙儿小姐，如果你不说，那我就要和你赌头子，直到把你们这些大周人在平安县最后的赌坊给引走才罢休，让你们这些人成为丧家之犬。哈哈哈哈哈！久闻三川大雄先生赌术了得，在下愿意讨教。龙二小姐为了保护我，这个时候了还不肯说出我的下落，我要是再不帮她，我还是大柱男儿吗？我在这儿呢。哎呀，听说你一直在找我呀，没完没了了。行，我给你个机会，你找我干嘛？富贵，富贵君，你的误会了的干活。我们东瀛国尊重强者，你打败了川木子，便是强者，是我们尊重的对象。我这次来是想向你下一封战书。战书？是的，我想要挑战你这个强者，你可否应战？我要是不应战呢？那么我会让你的朋友在平安县没有立足之地，我会把他们全部赶出平安县。行，我应战。好，富贵君，那3日之后，在三川赌坊，我会喊来大周朝顶级传和陈星先生为我们主持这一场对决。不过，和我三川大雄赌，你必须得有一定的实力，你需要带够100万两银子，否则就会判你为负。我带人把长乐坊全部铲平。富贵君，这是你赢我的10万两白银，请你收好。我们走。
李富贵，这次你可必须得应战了。嗨，对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3位分别是安乐坊的老板张安、永乐坊的老板李勇、众乐坊的老板万众。我按照你的要求把他们都请过来了，他们也都答应了，只要你能打败三川赌坊，从此以后我们4大赌坊对你李富贵马首是瞻。李爷，如果你可以打败三川赌坊，把我们3个人输掉的赌坊赢回来，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头。得到4大赌坊的支持，可比一次性赢光他们的钱收获更大。毕竟这可是细水长流、源源不断的财富啊！可是三川大雄说了，得有100万赌资才行。你看我这个，这你不用操心，3日后这笔钱我自会给你准备。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这位就是咱大安城巨海赌坊的老板周德海，周老板。见过周老板。平安县的情况，龙儿已经和我说了。如果真让这些东瀛人得逞，他们下一步定会向大安城扩张，并且会逐步蚕食整个大洲的赌坊界。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，咱们赌坊界赚不赚钱的不要紧，重要的是咱们大洲会有大量白花花的银子流向东瀛国。所以富贵，这一次我定会帮你。我这有100万两银子，我代表大洲拜托你了。看来这个三川大雄为了今天跟你的赌局，特意清了场。这样也好，清静。富贵君，这位是陈星，是我特意请来的大周朝顶级庄客。我们今天的赌局由他来主持，确保赌局的绝对公平性。阁下便是李富贵先生吧？久仰大名。能让陈星庄客主持，是我李富贵的荣幸。那么，请吧。富贵君，你以椰子戏赢了我弟子三川川木子，不知你是否敢以扑克牌来和我对赌？你这小东营还要不要脸？2次都用你们最擅长的来赌。哎，我们大周国有句古话叫遇到比自己弱小的邦国，要适当让一让他们，否则显得我们不够大度。富贵君，我希望你的赌术像你的舌头一样厉害。那么就以炸金顺来进行对决吧。炸金顺，这又是什么？和踢牌一样吗？炸金顺比踢牌要复杂一些，但是玩起来更有意思。玩家双方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牌，先压底注，之后以掷骰子来决定由谁先说压多少钱。对方可以选择弃牌，也可以继续压注，直到场上只剩下2家，方可有1家以对方下注的双倍来开牌。至于牌面大小顺序，炸大于金，金大于顺，顺大于对子，对子大于普通牌型。普通牌型单张比大小 A 最大，235最小，但是235可以大过炸。富贵君，明白了吗？这规则也很简单啊，你们费尽心思也没研究出什么更复杂的玩法，难不成你们的脑子不太够用啊？我觉得复杂不复杂不是问题，对于赌局，赢才是最重要的。2位，这副扑克牌你们可以检查一下。
如果有异议，我们可以换副新的。果然是不穿裤子小姐的师傅，手段就是比不穿裤子小姐高明。这副牌没有问题。富贵君，扎进去要2人以上才更有紧张感。我想让川木子跟我们一块玩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当然，你也可以喊一个队友。我不需要队友，如果你让你弟子上的话，他也需要100万筹码才行。哼！5点，李富贵先生，新得牌。哎呀，好兆头！又让我先赢，好逐渐失去理智吗？李富贵先生，你先喊话。先出1000两银子探探路。富贵君，第一把我没有理由不跟，我跟你1000两，另外我再多你1万两。2位都这么势在必得，那这一局我弃牌。富贵君，你是选择弃牌呢，还是选择继续跟住啊？这个小东营难道是在故意把筹码堆多，再弃牌送我？我且再试他一试。我跟你1万两，而且再多1万两。富贵君，你果然是一个勇敢的人。我们东营人尊重勇敢的男人，所以这一把我开你。我的牌是4、5、6，顺子。这牌大，但也不是太大，所以我不能再继续跟住了。你的牌是什么？不按套路来，扑克牌上也没有特殊的记号，难道这个东营人再不用手段的和我赌？这一把我输了。哈哈哈！富贵君，承让了。川子小姐赢。嗨。大成先生赢，李富贵先生赢。不对劲啊，这有点太正常了。这是……按照这个东营人讲的规则，这个算诈，是诈金顺里面最大的了。除非遇到2、3、5，否则通吃啊！这可真是太好了，我还担心他牌太小，跟2圈跑了呢。这把稳了，不能压住太多，否则这些东营人看出我的牌大，直接就弃牌了。先压1万两，探探路。富贵君，你这一点一点的压，有什么意思？要压就要压大的。10万两。好，既然师傅你这么疯，那我就跟你疯一次。我压20万两，富贵君再跟住的话就是40万。哼，区40万而已，我再加10万，50万。真行专和，我可不可以要求封牌？当然可以。
富贵君，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人。现在我需要去一趟洗手间，一会儿回来再和你开这一局牌。这签术也太厉害了吧！居然没有留下一丁点的痕迹，抓签都没地方抓。不对，三川大雄知道我是什么牌，这牌也没有做记号，问题就只能出现在背后这个人身上。他距离我很远，但他的眼睛应该是比较特殊的，我就知道不可能没有手段的跟我赌。前面让我感觉到一切正常，就是为了让我放松警惕，在我有这种大牌的时候一举把我打败。富贵君，既然你这么自信，那咱们就梭哈吧，咱们一举定胜负，你看怎么样？陈星专和，这一把能不能一直使用轿子，而且由你来开牌？当然可以。富贵君，毕竟我刚离开了赌桌，为了公平起见，这样你没有意见吧？哼，当然。既然二位都玩这么大，那这一把我弃牌。富贵君，川木子已经弃牌了，你只需要也梭哈，我让你和我平开，你看如何？富贵，你也可以选择弃牌，细水长流。是啊，没必要一把定输赢。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的话，我们大周国有句古话，叫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。我倒要看看你们小东营的牌到底有多大。好，富贵君，你是一个勇敢的人，我欣赏你，那么我就同意和你平开。陈星专和，就麻烦你帮我们看一下牌吧。好的。这么小的牌，他就敢梭哈？这副牌只针对诈，也就是咱们赌坊里常说的豹子。如果李富贵是豹子的话，这一把就完了。怎么会这么巧？但凡李富贵不是豹子，他就赢了。陈星专和，麻烦你把富贵君的牌也开一下吧。好的。陈星专和，请吧。富贵君，你怎么也不会想到，我买通了你后面监视你是否出钱的那个人。我知道你的牌，并且可以和三川川木子换牌调整自己的牌。这把你绝对不可能获胜。让陈星专和来开牌，就是让你没有任何出钱的机会。这一把你输定了。不会是3个 A 吧？3个 A 遇到235，这种几率实在太低了。富贵君，看样子你的第3张牌也是 A 吧？啊？恐怕让你失望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哎呀，完了！富贵君，看来这次好运并未站在你那边。富贵君，结束了。我宣布，这一局三川大雄先生获胜。蠢货，这把是我故意输给你们的。我的目标可不只是你们桌子上的那200万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是3条 A。小东营，你出老千！富贵君，全部过程我的牌都是被罩着的，开牌也是真心专和开的，我怎么出老千？你如果执意抓钱，那我也没有什么意见。富贵君，如果抓到我出钱，就砍断我的手，剁了我的脚；如果抓不到，
我就砍掉你的手，剁了你的脚。富贵君，你还要抓钱吗？我当然还要抓老钱。李富贵，没必要冒这个险，他确实不太好抓钱。请吧。富贵君还愣着干什么？请吧。陈星庄和，这赌局应该还没结束吧？李富贵先生，我没太明白你的意思。你桌子上已经没有筹码了，怎么会还没有结束呢？不，我还有筹码。龙二小姐，可否再给我准备一些钱？你别忘了，我们来的时候可说好了，我们要把三川赌坊给赢倒闭，还要把永乐坊、众乐坊、安乐坊给赢回来。富贵君，只要你还可以拿到100万以上的筹码，我就可以继续和你赌，直到把你彻底赢光。富贵，我没那么多钱了。我宣布，等等，富贵，我可以再给你100万两银子，你能保证这次彻底击败三川赌坊吗？没问题，我保证。上一局只是他运气太好了，下一局我一定能赢。李富贵先生的筹码，老头子我出了。富贵，你只管奋力去对付这些小东营就好了，在咱们大周的地界，还轮不到他们撒野。好，陈星庄和，可以开始了。李富贵先生，你既然又有了100万的筹码，按照约定，赌局可以重新开始。真好，利用他输了想追本的心理，把长乐坊也一并给赢过来。这一次彻底击垮你们三川赌坊。只要骰子变成3点，由我先拿牌，这把就可以想办法赢光他们。3点，给我变！3点，由李富贵先拿牌。哼。看来这一局我有机会翻本了呀！富贵君，看你这把这么自信，你压多少，我都陪你玩一玩。目前是2张4的牌面吧。富贵君，我有1张3，1张5，三川传木子现在有2张3，只要我们2个再有1张2，无论你是对子4还是炸4，我都吃定你了。三川传木子手里是1张9吗？不过这也不影响我还有最后1招。临阵换将，最糟糕的情况还是发生了。富贵君拿到了3张4码，我和三川传木子手中的牌最多只能凑出来炸3。不过这也不打紧，只要我使出我的最后1招临阵换将，这一把我就能够战胜富贵君了。富贵君，请你先开口吧。小东营，咱们直接梭哈怎么样？李富贵，你不用那么心急的，你是不是上一把输得方寸大乱了？我没有方寸大乱，我只是想一把翻盘而已。
我就不信我这把还这么倒霉。陈姓庄河，我申请用罩子把我们的牌都罩住，这样就没有人可以出老千了。当然可以。上一把你是先出完老千，再用罩子把牌盖上，这一次我提前把牌盖上，看你怎么出老千。富贵君，我正愁没有机会去给这些牌上罩子。富贵君，要我说多少次我没有出钱呢？不过，富贵君，你是勇敢的人，我们大东瀛国喜欢你这勇敢的人。在打败你之前，我特意给你鞠一躬。富贵君，我佩服你的勇敢，所以我陪你说话。不过，赌局有时候是不能只靠蛮力的，要用脑子。什么意思？既然邱德海也来了，那也省得我再去大安市找麻烦了。富贵君，我跟你100万不开，另外我押200万。三川大雄先生，你这个好像不够200万。我弃牌，我的赌注给我师傅使用。富贵君，这下够了吧？富贵君，我不开牌，你要开我的牌，必须押2倍的注，或者你弃牌，这一局你就输了。卑鄙！你明知道李富贵没有更多的酬金了。龙儿小姐，你骂人也太难听了吧！我师傅不是卑鄙，是计谋。鱼终于上钩了，哼！你混蛋！你玩不过我就用这种招数。哼！富贵，别怕，我在大安城还有5家赌坊，每家赌坊50万两，这一共也有250万两。小东营，老夫跟你拼了！终于把邱德海在大安市的赌坊给逼出来了，不过我的最终目的还是没有达到。富贵君，这就算是有250万两银子，但是你还是差150万两银子。龙儿小姐，如果你把长乐坊押过来，我会破例让他领50万两银子，也算是对富贵君的尊重。你们这些大仇人，这次我就一把将你们给吃得干干净净，连骨头都不剩。龙二小姐，请你把你的长乐坊借我一用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输。哈哈哈哈！龙儿小姐，如果你害怕输掉，你也可以不借。但是这赌局完了之后，我会大驾光临你的长乐坊的。小东营，你得意什么？不就是个长乐坊吗？我还是舍得的。李富贵，这长乐坊我拿出来给你凑筹码，抵50万两白银。谢谢龙二姑娘对我的信任，放心，不会辜负你的。富贵君，我很想让一让你，对你网开一面，但是还有100万，这也差得太多了。别装了，这一切都被你算计好了吧？这100万是要用我自己的命来赌，是吧？我不知道你这个规定是之前就有，还是现在才有的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愿意用我的命跟你赌这100万。富贵君，你的赌术的确很高超，所以我不会允许你活在这个世界上。而且你还曾经羞辱了我的徒弟三川纯木子以及东瀛国，更加罪不可赦。
这样就算有100万两了吧？没错，副贵君，我提醒你一下，输了必须死。我知道。哎，等一下，谁告诉你我这400万两要开牌的？副贵君，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。你意思是让陈星河馆来开牌吗？这个小可爱终于上钩了，我又怎么可能让你轻易逃走呢？字面意思，我这400万两是继续下注，不是开牌。你现在有2条路，一是继续跟注，二是开牌。不过开牌你可要付双倍，那就是800万两。这当然了，你要是没这么多钱的话，你也可以选择弃牌。不过弃牌就算认输，这桌子上的赌资可就都归我了。师傅，好啊，副贵君。我没有想到，你居然这么早学会了这一招。但我告诉你，咱们的牌相比，你是输定了。这话怎么说的呀？我输不输，不也得你把我这牌开了才知道吗？陈星庄河，如果他没有继续跟注的能力，是不是桌子上所有的筹码就都归我了？是的，如果三川大雄没有跟注的话，的确，桌上所有的赌资就归李富贵先生所有。三川大雄先生，你是否要弃牌？弃牌？我们大东瀛国从来没有不战而屈的先例，何况这把牌我赢定了。三川大雄先生，你这点筹码好像不太够啊。你得意什么？我这个三川赌坊投资巨大，怎么估算下来也只100万两，凑一凑就是400万两。怎么估算下来也只100万两，凑一凑就是400万两。400万两银子，那您是打算继续加注还是开牌呢？开牌的话，可还差400万两。要是我再不开富贵君的牌，富贵君再去凑400万，那我就更开不了了。况且这个周德海在大安市经营多年，实力肯定很强。这么样拼的话，对我没有好处，倒不如和他把牌开了。可我上哪儿再去弄这400万？可恶！明明我的牌比富贵君的大，却陷入了这种焦灼的状态。可恶啊！不如我给你个建议吧。我们大周皇朝有一句古话叫做“来而不往非礼也”。哎，我记得你前段时间在太平县踢馆，把永乐赌坊、安乐赌坊、众乐赌坊都给赢走了。这样吧，看在你刚才把长乐赌坊给我算50万两银子的份上，我一间赌坊给你算100万两，如何呀？富贵君，你此话当真？那3间赌坊顶多值30万两白银，你竟然让我顶300万两白银？自然是当真，不过你最好趁我没有改变主意之前，赶紧下注。这次来不仅是为了赢走你的钱，而是要把你彻底给打败。另外，把这些属于我们大周人自己的赌坊给要回来，再还到我们大周人手中。三川大雄先生，这貌似还不够吧？还差100万两呢。师傅，这一把我不会输。富贵君，可以开牌了吧？那是自然，麻烦陈星庄河了。好的。小东营，
看来今天的好运在我这边了。我这最后一张牌还是一张4，我就不信你有个2、3、5能吃我的账。这怎么只有一个对子4？这牌面确实不大，那也不是必败无疑了，可以再看看情况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只有一个对子4，我有3张4，我有3张4。富贵君，你是不是太渴望胜利，眼花了？哈哈哈哈哈！富贵君，看来这次运气到我这边了。我如果再过来一张4，我就是3、4、5的顺子。你那对4有点小啊。你怎么知道我这张4就一定跑到你那边去？不好意思，这张4真跑到我这边来了。陈行专和，麻烦你帮我开一下最后一张牌。好的。不可能！怎么可能呢？哎，我以为我这对4已经是最小的牌了，哎，你那比我还小啊！富贵君，你赶紧出钱！哎，小东营，你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啊！你觉得我出千，你可以抓签，但是你要是抓不着，你一会儿死之前啊，也得被砍手砍脚。我明明把他的4给换过来了，为什么是个狗啊？哎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我这人有一坏毛病，我呀喜欢拿牙签儿在叶子牌上面推来推去。哎呦，我刚才有点困，连这牙签尖推出来我都没发现。哎，我还以为啊我有3个4。上一把是你先出了老千，再让陈星庄和用罩子把牌罩住。这一把我提前把牌罩住，看你怎么出老千。富贵君，你是勇敢的人，我们大东营人喜欢勇敢的人。在打败你之前，我特意给你鞠一个。换牌是不是？行，那我就让你换个够。嘿嘿，哎呦，你得履行承诺呀。哎，哎呦，哎，哎，哎，来，三川大雄先生，我们大周国有句古话，叫愿赌服输。你既然敢赌，就要敢认输。你这条命输了，包括三川赌坊。好，我们东营国的人说到办到。但是我们还没有输。
因为我们上赌桌的人还有筹码，我们要和你赌最后一把。三川全木子小姐，她还没有彻底输，她还有一条命可以换成100万。我要和你进行最后的赌局。没完没了了是吧？我发现你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！成，我跟他赌，但是他要是输了，你就得立马履行你的赌约。请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履行赌约。徒儿，听师傅的命令。哎呀，行吧，赌什么？骰子，猜点数。这不是来送死的吗？啊，反正你们这些东瀛国的人，老子看着不爽，来一个收拾一个。我们互相听对方的点数，一旦听错，立即判负。我输我死，你输你死，敢吗？哎，不，啊？怎么，副规矩，你不敢吧？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我猜错1次就算我输，而你们可以猜错10次。嘿嘿嘿嘿。啊！我这李富贵，你……哎呀，副规矩，你们大周有句古语，叫做“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”。我呢，就是想让这帮小东瀛知道，跟我们大周国嚣张，你们不配。请吧，不穿裤子小姐。三川全木子小姐在投资方面拥有着常人所没有的天赋，这种猜骰子她是绝对不可能输的。2个1点。6点，给我变！哎呦，这不可能，分明就是1点。哎呀，不穿裤子小姐，您快别不可能了啊！您这猜的差距也太大了吧？那咱们第2局，1个4，1个5，错。1个4，1个2，错。1个1，1个6，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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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不穿裤子小姐，这回是几点啊？问你话呢。1个3，1个5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呀，不穿裤子小姐，这分明是1个4点加1个6点，它总共是10点。你这2个1个数都没猜对，那这接下来我不需要猜了吧？的确，这局三川川木子判负。来吧，履行你的诺言吧。副规矩，我输了，输得心服口服。我们东瀛人向来说话算数。
你愣着干嘛呢？嘿，来，富贵君，你的读书高明，我佩服。啊，李富贵，我就知道你肯定能打败三川赌坊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你们现在可以滚回你们的东瀛国去了。这个三川赌坊从此以后就属于我了，而且他以后也不会再叫三川赌坊那个名字，也不再需要你们这群东瀛国伙计。滚，都走！这个李富贵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我刘某人本来计划的好好的，利用三川大雄这师徒二人垄断平安县，甚至整个大安市的赌场生意，现在全被他给毁了。老爷，根据我们调查，这个李富贵他原本就是个乞丐，最近不知道怎么的，运气忽然特别好啊！他就是靠这个运气打败了三川大雄先生。我们调查到他其实没有什么背景，我们要不要？我说你动动脑子行不行啊？是。这个李富贵家里边确实没什么背景，但他有龙儿、周德海，还有李勇、张安、万忠的支持，怎么弄他？这三川大雄师徒两人就是和你一样，脑子太笨，才坏了我的好事。刘大人，刘大人，小的打听到了，大周朝的六皇子已经到了平安县了。哦，你说什么？那个周游全国寻找读书高手的六皇子到平安县了？哎呀，这个李富贵，你可真是阎王让你三更死，没人敢留你到五更。这六皇子赌输就是个死。李富贵呀，你的死期到了。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富贵赌坊的剪彩仪式。恭喜！开业了，恭喜！谢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富贵赌坊正式开业了，欢迎大家来玩啊！好的，恭喜！恭喜啊！从今天开始，连续3天，我们富贵赌坊免费营业，不抽流水啊！恭喜！太好了，恭喜！哎呀，恭喜啊！讨喜啊！恭喜你啊，富贵！讨喜。哎，小四，又瘦啦？六爷，这位就是李富贵，他的运气非常好，短时间内便从一个乞丐成了这富贵赌场的老板。有意思。如果他真的如你所说的那样，运气很好，是个赌术高手的话，我会好好赏你。谢六爷。我不希望太多人知道我的身份。是。哎呀，李富贵，恭喜你啊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赌坊。李爷，我就说吧，你的未来不可限量。拉倒吧，你上次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李爷，刘文祥、张爷带个人要来见你。刘文祥，就是那个在平安县内做布匹生意的大老板。听说他腰缠万贯，他带人找李富贵做什么？让他进来。是。你就是李富贵？是我。你是？大胆！这位可是？
李富贵，听说你赌术了得，我想和你赌一场。赢，我许你荣华富贵；输，你得死。你谁呀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？没错，你算老几啊？敢在我们平安县蹦跶，信不信老子卸了你一条腿？大周国皇室的人，看来这场赌局我是必须参加了。啊，我可以答应跟你赌，但是我该怎么称呼你呢？叫我六爷就行。3日后，我会包下平安县规格最高的来福客栈，到时候我们在院内赌。李富贵，你为什么突然答应参加赌局？因为我们没有资格拒绝。李啊，你为什么说我们没有拒绝的资格呀？难道他就是那个几乎走遍了大周全国，与各地赌术高手赌过的六皇子？你来了。六爷打算赌点什么？李富贵，你的事情我听说了。我认为赌博赌技是次要的，运气是主要的。你的运气的确不错，我想跟你赌赌运气。那这里有5个瓶子，只有1个是真迹。等会儿我会让人蒙住你的眼睛，然后把这5个瓶子的顺序打乱，你只能靠摸来判断瓶子的真伪。如果你选错了，你没有第2次机会，你得死。六爷，六爷，这不公平。首先，李富贵他是乞丐出身，根本就没有接触过古玩。其次，辨别古玩真假，最重要的是用眼睛看。李富贵把眼睛蒙上，他还怎么准确辨别？龙儿小姐，六爷的话你是听不明白吗？六爷的意思是，这赌啊，主要是运气，技巧次之。这蒙住眼睛找一个瓶子，只要运气好就能找到真迹。哼，李富贵，你敢断我财路，这次我非要弄死你。这个赌局中的5个瓶子是六爷让我给你准备的，这里面没有1个是古玩真迹，唯一的真迹也是可以以假乱真的赝品，所以无论你怎么猜都不会获胜。哼哼，这不公平，这不公平。这些柱子是刚立在这里的，呈现浅黄色，也就是说颜色越黄，越表明是年代久远。啊，等等，这是什么？这个程度的黄色，这真迹的年代比这里任何一个花瓶的年代都要久远。六爷，我也觉得，赌嘛，运气是最重要的。哼，死到临头了还在这嘴硬。富贵兄台，你说的对，这赌啊，技巧那都是次要的，要是没有好运气，一切都白搭。富贵，放心吧，没事儿。开始吧。我就选这个。这么快？你确定不换了？哎，反正都是运气选的嘛，换不换的没什么必要。六爷，李富贵说的对，靠运气嘛，这换来换去的没有什么意义。赶紧请平安县的鉴宝大师李大宝出来对这瓶子进行鉴宝吧。李大宝，那件以假乱真的赝品没有被你选中，那么你这次算是死定了，李富贵。你是平安县最有资质的鉴宝大师，你来看一看这件瓶子，它是赝品还是真品？唉，
回六爷，这瓶子并不是古玩真迹，而是用的10年前材料。这瓶子是被故意做旧了，虽然做旧手段高明，但并不难辨。什么？李富贵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李富贵，可别说六爷没给你机会，你可以快点啊，把你最后想说的话都说出来。哼。哼。啊！李富贵，你要干什么？哼！六爷，这个瓶子内有乾坤，这个就是藏在瓶子中的古玩真迹。这确实是前朝王芝芝的真迹啊！看来是有人不想这真迹被偷走，故意拿着瓶子包裹住了。妙啊，确实是妙啊！李富贵，你赢了。至于你，来人，把他抓起来！六爷，你要干什么？刘老板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从最开始，你这5个瓶子就没有一个是真的。其实，你让我来试一试这个运气好的李富贵，我就已经都知道了。我只是想看看这个人运气好到能不能转危为安。看来你的确是我要找的人，李富贵。至于你欺骗皇族，应当死！把他拖下去，六爷饶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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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爷！李富贵，跟我进来。是。李富贵，你是不是已经看出我的身份了？回禀六爷，草民没看出来。六皇子故意隐藏身份，我肯定不能说我看出来了呀，不然不是显得我比他聪明了？李富贵，你是个聪明人，那我就通过我的嘴巴来告诉你，我是大周国的六皇子。草民拜见六皇子。平身吧。谢六皇子。李富贵，我找遍了整个大周国，都没有找到像你一样运气极好的人，所以我想让你代表大周国去参加一场赌局。代表大周国去参加赌局？是的。是的，大周国的皇室发明了一项娱乐项目，叫做麻将。这种娱乐方式流传到了高丽国，在高丽国很受人们的喜爱，所以高丽人向我们发起了一场对决，通过以2人对2人的方式进行一场麻将对决。高丽国会不会遵守约定，从民间选取2个人我不管，但我大周国一定会遵守约定，从民间选取。比赛的当天，大周国和高丽国都会派出专业的抓签人，所以想要通过出签这种方式取胜，大概率是不行的。麻将这个游戏很靠运气，所以我选择了你。当然，你可以选择答应我，拼尽全力去赢下这场对决，我许你荣华富贵。同样，你也可以拒绝我，我不会怪你。你可以离开。我不是听错了吧？龙二说六皇子性格残忍，被选中与他对赌的人输了的都会被杀死。你是不是觉得一个被传的对赌失败后会将对赌之人杀死的六皇子，性格怎么会变得这么好？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，跟我对赌的那些人我都没有杀死他们。之所以外面这么传，我只是想让他们拼尽全力跟我对赌。六皇子这个人的确不算坏人，更何况这是代表大周国出战，还能有荣华富贵，可以说是名利双收。我为什么不同意呢？回禀六皇子，我可以答应您代表大周国出战这场麻将对决，但是您能不能先答应我件事儿啊？你说。这比赛的第2个人，您找到了吗？还没有。怎么了？
在下想让龙儿姑娘陪在下一起出战。龙儿小姐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，和我又相处了这么多天，一块出战还能有个默契，肯定比我跟陌生人组队要强。原来是这么一件小事。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再去找一个像你这样运气好的人也不太好找，就不如听听你这个运气好的人的建议。不过这也得征求龙儿小姐的同意，咱们也不能强人所难，不是？咱们也不能强人所难，不是？当然。好，你去把龙儿小姐喊进来吧，我给她仔细讲讲这件事。是。李富贵、龙儿，这里便是皇城的内部。我现在带你们去接受麻将的培训，10日之后就是你们和高丽国决战的日子，到时候就拜托二位了。哎呦，六皇子，草莓定拼尽全力。龙儿也是，定会拼尽全力。那么下面由我来宣布比赛规则。每位选手都有500万两银子本金，一队中有人把本金输完，就会被判负。大周国与高丽国的麻将决赛开始。4万，2筒。我这第一张就好纠结呀，8筒。7条。7条。3条。他碰。7万。7万我碰。1条。1条碰。碰牌，我听牌了。发财我碰，我也听牌了。洗牌的时候，这些牌面是朝下的，所以大家不可能记得什么牌是什么牌。这2个人却好像知道对方要什么牌一样，打的配合非常默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8条。哎，胡清一色，你们每个人啊，都得给我10万两。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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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胡了。大周国皇上，看来我们高丽国在麻将这项竞技运动上要比你们大周国精通啊。高丽国皇上，您可真会开玩笑。现在还没到最后一刻，胜负还犹未可知。按照目前的形势来看，已经几乎没有悬念了。这几次下来，我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个阿里拔和朴英俊2个人是互相知道自己的牌面的，他们在以一种很难发现的方式向对方打着信号。不过我是故意输给你们几次的，只是想看一看你们都有什么招数。如果只有打信号这一招的话，那你们要输得很惨了。9万，胡了，7小对。话说，你们大周国的麻将技术也不过如此吗？一人60万两银子，你们的银票是不是快没了？没银子可就要判负了哟！啊，你们着什么急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还轮不到你胡呢。不好意思，我胡了，而且我在你前面。13幺截胡，每个人120万两。这愣着干嘛呀？截胡13幺，每个人120万两，拿钱快！这怎么可能？他竟然能做出这么大牌！哈西吧，他竟然是13幺！你别着急，你偶然赢这么一次，稍后有你输的时候。好啊，那我们拭目以待。1筒。这次轮到你给我点炮了，胡了，豪华7对。
哎，阿里巴先生，怎么了？这次恐怕轮不到你豪华七对胡了，我胡在了你前面。截胡13妖，每人120万。啊，西吧，怎么总是13妖？怎么总是120倍？再来，我就不信了，你们只是走运罢了。白板胡了，东风胡了，妖姬胡了，不好意思呀，还是13妖，还是要谢谢你呀，阿里巴欧巴。啊，西吧，你在干嘛？你为什么一直给他点13妖？你不打1和9会怎样？我就不信了，你还能13妖？2万，不好意思，断妖9。西吧，我让你断妖9，东风。不好意思，大四喜。3头。4暗克，胡了。高丽国皇帝，这麻将比赛看起来你们不是对手啊。高丽国皇上，大周国有句古话叫做“鹿死谁手还未可知”。现在你还认为你们高丽国的麻将技术要强于大周国吗？那么我宣布，这次比赛的结果为大周国百姓代表李富贵、龙儿获胜，高丽国的百姓代表阿里巴、朴英俊失败。大周国皇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免礼。谢皇上。你们这次代表大周国赢得了麻将牌对决的胜利，想要什么奖励呀？朕一定好好奖赏你们。回陛下，为大周国效力，龙儿不求赏赐。回陛下，草民和龙二姑娘的想法是一样的。那这样吧，我听六弟说你在平安县城开了一家赌坊，名字叫富贵赌坊是吧？回禀陛下，草民确实有一家赌坊叫富贵赌坊。李富贵，我和皇兄已经达成了一致，认为麻将不应该只在宫廷的贵族之间游玩，更应该流传于百姓之间。这麻将是我大周国祖先所创，在高丽国能够在民间广为流传，那我觉得在我们大周国的民间也应该如此。六弟说的是，这麻将确实应该在我大周国百姓中发扬光大。朕决定封李富贵为大周国确圣。确圣是什么？你管他是什么呢？先谢过陛下。草民谢过陛下。这确圣的意思是，你就是麻将在民间的代表，除了你自己的赌坊，比如富贵赌坊，不需要向你额外交钱外，其他赌坊只要使用麻将，都得给你交一部分的利润，大概是1成。靠着这个抽成，你就可以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那岂不是说草民有数不尽的财富了？还不快谢谢皇兄！草民谢过陛下。免礼。李富贵，朕告诉你，朕虽封你为确圣，但这并不代表你什么都不用干，就可以坐享其成这些财富。李富贵，皇兄的意思你可明白？草民明白。陛下的意思是，草民这肩上还担着麻将的宣传责任，也就是说，麻将要在百姓中发扬光大，得靠草民去完成。以后百姓提起麻将，那就得想到我李富贵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在民间麻将中抽取利润跟抽成。没错，李富贵，皇兄赋予你的只有特权，而没有给你坐享其成的荣华富贵，所以之后你还需要自己去努力。皇兄，臣弟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，如果说的不够完整，还请皇兄补充。六弟说的正是我心里所想啊。小德子，去把我给李富贵准备的金牌拿给他。是，陛下。草民谢过陛下。免礼。李富贵，
从此以后，你拿着这个雀圣金牌，在朕大周国的境内，只要推广麻将，所有当地官员皆是要竭尽全力的配合你。另外，龙儿，你替大周国出战高丽国，也是功不可没的。朕听说你在骰子上和牌九上有很高的天赋，也有很强的技巧，朕就封你为头圣。日后我大周国境内有骰子的场所，都要向你缴纳1成分红。龙儿，谢过陛下。免礼。谢陛下。今日麻将比赛只是切磋，不论输赢，都不许往心里去。那是自然，你们大周国的麻将确实更厉害一些，我高丽国心服口服。把握。哎，我胡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截胡。又输了。哎呀，怎么样啊，各位？麻将学得如何呀？原来是雀圣呀！学得差不多了，这个玩意儿还挺有意思。哎，这麻将还真是让人上头啊！李爷，我们龙儿姑娘想问问你，还有没有麻将桌子？我们要打麻将。当然有啊！李富贵，只在平安县推广麻将是吧？忘了你的责任了吗？参见六皇子。